军营。
うん。結構。行くぞ。撤収。はい。家人们！我们的部队呢？马一，あれ。
こしないか。動くな！貴様！両兵だ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待て！待ておら！待て！こら！赏点米吧，这儿去，没赏点吧。走开！你这个臭要饭的，走！干什么呢？送饭呢。进去吧。想走，要有梁飞盯上你，谁也走不了。
们都是中国人，饶我一命。你杀我爷爷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？敵襲に遭ってます。避難を。行くぞ。すぐ。敵襲だ。撤退しろ。すぐ行け。杨飞，出来，给我决一死战！杨飞，不要做缩头乌龟，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杨飞，出来啊！跟我决斗！谁是缩头乌龟？快点！就是。
上官殿、もう船が出ます。お戻りください。梁飞，你果然有胆识，居然追到船上来。我说过，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。今天刚好第7天，我不会食言。我是一名武士，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。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。 跟你们比武，点到为止。你3个卑鄙无耻的枪杀了我，
高大强死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有进展。小心了，我会割断你的喉咙。小鬼子！这一招，梁家刀法第9式，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，也算你不冤。来点，哎，いい。あの T 少々それ以外は全員殺していい。はい。
けてくれ助けて助けてくれ助けて助けてくれ助けて要想让他活命，你把路给我让开！助けて道場さん武田信也闭嘴！助けて動くな！助けて早く助けて助けてくれ你们赶快投降吧！已经被包围了，否则格杀勿论！やれ！お前たちついてこい。こちら。はい。师兄呢？在大树后面等我们。你们去接我，快！好。
五哥，出来吧，跑不掉了！出来！胡克，王八蛋，出来！沈亚平，就凭你也想杀我吗？啊！亚平，危险，回去。胡克，你已经没有子弹了，出来！我给你个痛快的。你也只有一发了吧？就这一发子弹，你觉得能干掉我吗？说话呀！出来！亚平大西。鈴木さん、急いで！攻撃開始！急げ！撃て！
亚平，别犯傻！梁飞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亚平，哥，亚平！早くシャオレイを。だけど。いいから早く！早く！怎么样？别跑！闪开！我双手！哎！
你没想到，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。我叫梁飞，济南府的梁飞，梁敬天的孙子。我们家在济南城不算特别大，可我爷爷的名声响，全城武圣，谁见了都得拱拱手。那天几个日本武士上门来讨教，说是什么武道交流，我爷爷没推。他这辈子从来没推过任何人的挑战，他们打了一架，我爷爷赢了，输了就输了。没想到那帮人不讲武德，他们掏出枪来，一群人围着我爷爷开了好几枪，我爹我娘我姑姑家里的长工丫鬟全倒了，满院子都是血。我跟天成躲在柴房里头，从门缝里看到了全部。我弟弟捂着嘴不敢出声，我咬着牙没哭。那会儿我告诉自己，梁飞，你这条命暂时不要死，从那一天起谁替你报仇，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那个吊儿郎当的梁飞死了，活下来的是一把刀，一把专门对着日本人砍的刀。我先去了一个酒馆，那馆子常有日本兵来喝酒，我摸清了他们的习惯。那天夜里我打晕了2个，换上他们的衣服混进了营地。营地里头全是鬼子兵，我低着头走路，学着他们的步子，尽量不让人看见正脸。找到了那个武士的住处，推门进去，他正在擦刀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当时手里捏着一把匕首，跟他过了几招之后，差一点就捅进去了。可外面的人听见了动静，脚步声往这边来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先撤，从后窗翻出去。后来我换了一身打扮，沿着墙根破衣裳，烂草鞋，脸上抹灰，蹲在武馆门口装乞丐。那武馆馆主是个汉奸，叫高大祥，他帮着日本人做事。那天晚上也在我家院子里把他的路线摸清楚了。第4天夜里，我从后院翻进去，一刀结果了他。他倒下去的时候嘴还张着，大概到死都没想明白一个乞丐怎么就到了他背后。高大祥死了，可还有2个人没清账，一个日本军官，还有一个武士。我第2次摸进营地的时候比第1次稳多了。那天夜里他们松了防备，我摸到他住的地方，趁着月黑风高把那个武士送走了。他比高大祥扛打一些，我还是把他收拾了。然后我翻墙出去，等营地里头的喊叫声歇了半个多钟头，我才站起来往回走。最后一个是那个日本军官，他怕死，听说有人找他算账，连夜收拾东西要坐船逃回日本。他不知道我比他先上了那艘船，货舱里又闷又潮，我趴了整整1个晚上。半夜他出来透气，我从背后跟上去，一刀下去，然后从他床底下找到了我爷爷的大刀，站在船头，夜风扑面。我爷爷的东西，我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了，他们欠梁家的，那一夜我还了3笔。后来我听说山边那帮人抓了一个人的女儿，不是别人，是那个跟我交过手的军官的女儿。那丫头我见过1次，挺小一个人。
他们把他绑在闹市的柱子上，要当场处决。那天街上围满了人，日本人想用这个法子把那些躲着的人逼出来。我去了，武工队也去了，我们左右夹击，把场子搅乱了。我扛着他翻过墙头跑了，身后枪声追了一路，我们顺着巷子七拐八绕才甩掉。那天晚上我坐在墙根底下喘气，他蹲在旁边没哭。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小秦。我说你以后跟着我。再后来亚平出事了，他爹被人害了，那笔账他一直记着。他拿到了一份文件，日本人想要那份文件，他假意拿文件交换，其实是为了靠近那个杀他爹的人。他走到那个人面前，拔出了刀，可那人身上穿了防弹衣，他那一刀扎不进去。那人在笑，刀尖在他胸口划了一下。我就站在暗处，看见了，我就冲出来了，一把把他拽到我身后。那人摔了一跤，我也摔了一跤，文件在落地的时候散了一地，双方都在抢。后来灯又亮起来的时候，翻在地上，那人已经没气了，胡子就全黑下来了，我也晕过去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先倒的，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屋外面全是人声。亚平在我旁边坐着，手上缠着纱布。我坐起来，他没说话，看见那份文件还在，他递给我，我就揣进怀里了。我说你走吧，剩下的事我来扛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就走了。那天夜里，我坐在空屋子里，把文件翻了一遍，上头写了很多我认不全的东西，可我知道，这东西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。那之后，我在济南城待了一段时间，白天很少出门，夜里才出去走动。该杀的人还在，该报的仇也还有，我慢慢杀，一个一个来。梁家的院子里早就没人了，只剩下那些血印子印在青砖上，大晴天也晒不干净。我有时候从门口路过，就看见那扇门是关着的，也没有新的人住进去。可我不打算重盖那座院子了，它该是那个样子的，就让它保持那个样子，记着那些事的人还在就行。后来有个记者来采我，问我怎么从一个留洋回来的混混变成了现在这样的。我说我没变，我只是突然知道了我该恨谁。该恨的人还很多，该杀的人也还很多，我不会停下来。只要那些人还在中国的地界上站着，我就还会提着刀出门。我爷爷常说，习武的人骨头要硬，可我后来发现，比骨头更硬的是你脑子里那个念头。你信什么，你就为什么活着。我信我爷爷没做完的事，我得替他做完。我信那些倒在梁家大院里的人，不该白死。飞哥大英雄这个名头是别人喊出来的，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：那天晚上躲在柴房里的那个孩子，他最后有没有变成一个他自己看得起的人？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他应该看得起自己了。路还长着，我会继续往前走，直到我走不动为止。故事说到这儿，差不多该收尾了，后面的事以后再说吧。